庄寒燕确实是贵女，她才是真正的公主。庄寒燕压根儿不是庄世阳的女儿，阮希文也不是她母亲。庄寒燕是东侯王的女儿，她母亲是唐小乔，这唐小乔是江湖门派唐门唐宝主之女。这就奇怪了，东侯王在朝堂，唐小乔在江湖，本是八竿子打不住的两个人，怎么就成婚了，还孕育了后代？傅云熙不只是大理寺少卿，他还是当朝王爷玄亲王。傅云熙的生母是静妃，这位静妃可是深得先皇宠爱的。静妃生下2个儿子，傅云熙是其一，其二就是当朝皇上。也就是说，傅云熙与当今陛下是亲兄弟，他是皇上的亲弟弟。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宴回时》根据原著小说《重生之贵女难求》改编，演绎了庄寒燕和傅云熙的故事。之所谓重生，就是在来一世的意思。庄寒燕试图避免悲剧重演，因此即便周如茵和庄雨山母女都是宅斗高手，这一轮明争暗斗下来，非但捞不到一点点好处，还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要么自作聪明误了卿卿性命，要么身陷囹圄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，罪有应得了。傅云熙的敌人，或者说是仇人，藏得更深，权力熏天，更难对付。庄世阳这个伪君子，竟然从来没有碰过阮希文。也就是说，阮希文经历过家变之后，自从嫁入庄府，一直都在守活寡。怪不得庄寒燕出生那天，阮希文身边的所有贴身丫鬟都被以各种理由给打发出庄府，原来是为了堵住嘴巴，保守秘密。阮希文与宇文长安本来情意相投，是一对恋人，可是造化弄人，缘分错过，庄世阳倒是捡了个大便宜，将阮希文娶到家中，有了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事，也莫夫妻之实。这些年来，阮希文对庄世阳的丑恶嘴脸心知肚明，他忍耐着，尽力隐忍着，要积蓄力量，搜集证据，以便一招致命扳倒庄世阳，甚至与庄府一切可恶之人都同归于尽了，也在所不惜。阮希文坐在轮椅上，即便身体被困于庄府幽居，行动不便，但这不影响他得到各种消息。各处眼线之外，宇文长安也是在听候他的指令而动。庄府有件怪事，自从庄寒燕被收留，才学平庸的庄世阳这仕途就一步步高升，很是顺遂了。为何？有人说这是托了庄寒燕的福，庄寒燕这赤脚鬼的名头还是有些厉害的。庄寒燕知道这可不是什么保佑，自己没那个本事，庄世阳一定是与人达成了一笔交易，自己被收养在庄府，那躲在幕后之人会给庄世阳一些奖励或者酬劳，这才有了庄世阳的官运亨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幕后布局之人会是谁呢？是太后。可以说，庄寒燕和傅云熙有个共同的仇人，那就是太后。这要从当朝皇上的皇位由来说起了。先皇与老东侯王齐心协力打下了这江山，两人的功劳不相上下，半斤八两。事先说好的，事成之后，老东侯王当皇上，可是攻城后，先皇凑巧先进入京城，半推半就就当了皇上。先皇一直觉得占了好友的大便宜，就想从其他方面弥补东侯王，对待老东侯王一家人很是宽厚容忍。哪怕后来东侯王行事狂妄，时常被御史参奏，皇上都对他网开一面，不予计较。懂得的人都懂，这是先皇对老东侯王一家的补偿。先皇到了晚年，还是感觉这辈子愧对了老东侯王，做了本该属于好友的皇位，就写下遗诏，要将皇位物归原主，传给东侯王。这事让太后给知晓了，太后恐怕自己位置不保，心想皇上这是老糊涂了吧，哪有将皇位拱手让人的。于是太后就想方设法要找到遗诏，进而毁掉遗诏，阻止禅让皇位之事发生。由于庄寒燕是东侯王和唐小乔所生之女，这江山本来应该是东侯王的，那庄寒燕本应是堂堂正正的公主。可惜庄寒燕却背着赤脚鬼的污名，在偏远的儋州度过了惨淡的童年，身上还被收养之人打得遍体鳞伤的。庄寒燕这公主的身份，对于皇上和太后都是不利的，因为一旦其身世大白于天下，等于告知人们皇上和太后行窃，抢夺了东侯王的皇位。如果皇上现在这个位置名不正言不顺的话，各方势力会群起反对，这是皇上坚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。因此皇上和太后在庄寒燕的事情上达成了一种默契，两人都想要了庄寒燕的命，不愿让她活着。当初东侯王一家被肃清，东侯王和王妃唐小乔都当场殒命了。唐小乔的丫鬟抱着寒燕逃出了东侯王府，
小女孩用了庄寒燕的身份才活了下来。由于太后的势力很大，眼线众多，庄寒燕的身份也不是密不透风，太后还是知晓了寒燕的假身份。但她之所以并没有赶尽杀绝，是因为太后还没找到那份遗诏。太后只知道先皇将事先写好的禅让皇位遗诏交给了一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太后想用庄寒燕引出那个人。太后认为，只要庄寒燕在，那个人知道她是东侯王的女儿，就一定会将遗诏圣旨交给她。太后是之前的皇后，她对付傅云熙的生母静妃也是毫不手软的。静妃年轻貌美，性情温柔，从不与人争宠，深得皇上宠爱，接二连三怀上隆重，先后生下大皇子、二皇子傅云熙。眼看静妃又怀孕了，将生下第三个孩子，不能生子的皇后很是嫉妒，就起了歪心。皇后以去五台山祈福为名，将麝香用在了待产的静妃身上，导致静妃和腹内的孩子一尸两命。皇上由于静妃之死，伤心了一段时日，也怀疑是皇后在使坏，但没有证据，也只好作罢了。毕竟皇后背后的家族势力是皇上坐稳江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静妃死后，皇后视大皇子和傅云熙为眼中钉，要徐徐图之而后快。先皇死后，皇后成为太后，大皇子继承皇位，太后也取得了傅云熙兄弟俩的信任和尊重。太后就在要擅里做手脚，想慢慢控制住皇上和傅云熙这两兄弟。意外的是，皇上觉得弟弟体弱，就将太后用非常珍贵的天山雪莲做成的药膳都端给了弟弟吃。这样一来，傅云熙就吃下了双倍的毒药，寒毒在他体内扎下根来。久而久之，傅云熙中毒至深，时不时吐血，他将血迹掩盖，从没让人察觉到异常。傅云熙是在10几岁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听到了太后与姑姑谈话，两人谈及如何加害他们兄弟俩，才意识到母妃死后，他与皇兄这么些年，竟然认仇人做母亲了。傅云熙发誓要给母亲报仇，帮皇兄坐稳皇位，他要培养自己的势力，等自己足够强大了，再找太后算总账。可以说，傅云熙和韩燕的上一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母亲早亡，自己必须独自面对身边居心叵测的人，甚至认贼做父母。不同的一点是，傅云熙及早发现了太后的真面目，他一直在隐忍着，等待报仇时机，而韩燕则在死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的一生是一个谎言，故而期待重生。为了引蛇出洞，寒毒在身的傅云熙制造了一场假死，将自己毒发身亡的消息大力宣扬出去，搞得街头巷尾都议论玄亲王病故之事。太后和七皇子经过多方打探，还是相信了傅云熙毒发身亡之事，就联合外邦西戎，还貌似控制了御林军，杀入皇宫，逼宫皇上。结果由于皇上和傅云熙早有对策，使得西戎战败，溃不成军。关键时刻，傅云熙带人进入皇宫，粉碎了太后这场叛乱，当众揭穿了太后和七皇子通敌卖国等罪行，将他们押入大牢。与太后和七皇子结成党羽的都被彻底铲除，甚至有的被诛灭了9族。庄世阳也受到牵连，被发配到边疆做苦役。要知道，不少犯人在被发配边疆的路途中，山高水远的就会丢了性命，特别是像庄世阳这样过惯了舒服生活的人，自是凶多吉少。就有消息传来，庄世阳在服刑途中重病不治而死了。为了给傅云熙解毒，韩燕认祖归宗，唐宝主唐生是他的外祖父。虽然唐门善于制毒用毒，对解毒不是特别精通，但是唐门这毒术加上吴医师的医术，多少可以缓解傅云熙体内的寒毒。虽然不能根除寒毒，但使得傅云熙体内的寒毒相对稳定下来，不长发作了。尽管傅云熙的寒毒还会复发，具体是多久复发不得而知，但韩燕和傅云熙终究是成亲了。婚后半年多，两人才圆房。这时候傅云熙的身体好多了，只是一头黑发都变得花白了。唐生觉得这是傅云熙体内寒毒被逐渐逼出来的表现。等到傅云熙体内的寒毒有半年多都不发作了，韩燕就陪着他去江南游玩一番，放松心情，感受大自然，体验生活的美好。